这是一个我国法学大家罗翔老师推荐过的悬疑故事，但奇怪的是，故事主角却不是什么好人，谋杀、诈骗、恶贯满盈，甚至还把自己亲妈给杀了。可偏偏就是这样的恶人，很多观众在看完后，居然对他产生了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啊！我觉得这本书呢，就真的是很有趣。这故事就是在海外拿奖拿到手软，在国内也砍下年度作品的现象级杰作《绝教》，而现在躺在你眼前的这具尸体，就是《绝教》的主人公铃木阳子。是的，主角开篇就没了，死了4个月，尸体都被吃的只剩了白骨，尸臭和腐肉充斥着整个出租屋。看着地上11只小猫的尸体，警方得出判断，这是一起典型的孤独死。很多人因为独居出了事也没人知道，所以最终只能在家中默默死去。而他们饲养的宠物就会因为饥饿啃食主人的尸体，这样的事儿并不少见。所以警方判断铃木阳子大抵便是这么死的。只是有一点很奇怪，案件负责人林乃警官在细查了阳子的籍贯信息后，发现了一件蹊跷的事儿：这个阳子竟然结过4次婚，除了第1任丈夫外，她的每一个男人都会在新婚不久后遭遇车祸并当场死亡，而且每一个肇事司机都会成为阳子的下一任丈夫。更蹊跷的是，那些男人还无一例外在生前买了巨额的保险。于是一个词窜进了林乃警官的脑袋：杀人骗保。这个铃木阳子显然还藏着更深更黑暗的秘密。顺着这个念头，林乃警官便去找了阳子前夫中唯一的活口，而我们也得以窥见了一段让包括罗翔老师在内的无数观众为之震撼的往事：杀人犯是如何炼成的。她就是那个死者兼杀人犯铃木阳子。起初她也只是个普通的女孩，1973年出生于一个小小的港口城市，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一切都很普通。唯一不普通的是母亲的爱从不给予阳子，满心满眼都是弟弟。去街上玩，就这么随意把阳子丢在一旁。小贩送了阳子一条金鱼，妈妈就说阳子丑得跟这条鱼一样。而阳子这如缸中之鱼一样的人生，就这样一晃来到了17岁。本以为日子就会这样平凡的过下去，但这天一场灾难打破了一切。阳子的弟弟死了，被卡车撞倒，当场毙命。那是阳子第一次看母亲发出这如野兽般的嚎叫。母亲要让肇事司机偿命，但阳子却从弟弟卧室里找到了一封遗书。是的，弟弟是自杀的，原因是受不了校园霸凌。但母亲不相信，觉得是阳子在胡说八道。她把阳子死死摁在墙上，一遍遍问着为什么。阳子听明白了，母亲的意思是，为什么死的不是阳子，偏偏是她最疼爱的儿子。在这片她看了17年的大海边，阳子发出了人生第一桶撕心裂肺的绝叫。可能老天偏要这苦命的人儿更加苦命。又是普通的10年，阳子27了，在小镇上做着微不足道的工作。母亲还是一样，整天把儿子挂在嘴边，对阳子除了揶揄就是催婚。没人注意到，他们家已在崩溃的边缘摇摇欲坠。这天上班前，向来冷淡的父亲却忽然关心了一下阳子，问他近况如何。阳子回了句一般般。不知怎么的，阳子总觉得父亲今天怪怪的。他的直觉是正确的，因为打那天起，父亲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与其说是离家出走，不如说是畏罪潜逃。不久后，2个男人找到了阳子母女，对方声称是一家金融社的。这个干瘦的笑面虎说，阳子爸爸跟他们借了3000万去投资，到现在还没还上。而这栋房子呢，就是阳子他爸用来借款的抵押物。笑面虎和蔼地说，要是你们还不上钱，就麻烦从这房子里搬走。以后的日子该怎么办呢？母亲是全职主妇，没有办法。阳子收入微薄，也没有办法。但阳子还是决定要跟母亲共进退，好好照养妈妈。然而妈妈却对阳子说，你管我干嘛？我有地方住，你自己管自己就行了。原来母亲早已決定要投奔娘家的舅舅，但仅限他一人。至于阳子，他才懒得想。純ちゃんが生きていればね、こんな時もきっと頼りになったのね。分别的日子很快就到了，阳子送母亲去了车站，妈妈淡淡的说了句再见，轻松的仿佛只是去旅游一般。那时阳子很想问妈妈，你为什么会这么讨厌我呢？但妈妈一次也没有回头。之后的2年，阳子度过了一段为数不多的幸福时光。她同学生时代的初恋相遇并结婚了，2人一起搬到了东京。本以为日子能有所好转，但2年后，阳子被迫离婚了。丈夫劈腿，对方还有了孩子，婆家跪下来求阳子放过自己的儿子。于是阳子便退出了这段婚姻，独自在这座城市漂泊。她本以为能靠自己拼出一番成绩，但事实却是33岁了，还在为房租伙食发愁。做电话客服赚的钱只够维持日常开销，连生日都只能买个打折小蛋糕。窝在冰冷的出租屋，看着无聊的电视，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啊！阳子这么对自己说着。你必须找一份更有前途的工作，你必须得赚更多钱，你必须得活下去。于是，在这样的念头下，阳子去了人才市场。お仕事を探されてるんですか？一个打扮精致的女人搭讪了阳子，并主动抛出了橄榄枝。她说她是做保险的，只要加入他们，钞票什么的
么的根本不在话下，而且这工作很适合杨子，不限年龄，不限学历，不限经验。所以那一刻，杨子心动了。他来到服装店，精心选购了一套衣裳，他觉得自己马上要重生了。几天后，杨子加入了这个团队，公司领导对他很好，前辈也很照顾他，带着他跑客户，帮他度过新手期，这些都让杨子觉得自己已经重获新生了。然而，杨子不知道，命运馈赠的礼物早在暗中标好了价格。当杨子开始独自跑业务，他发现事情根本没那么简单，没有资源，没有人脉，很多地方他进都进不去，更别提去销售了。甚至很多人听到他的来意，直接就粗暴的把门碰上了。一连数月，他的业绩还是为零。原本热情的领导大帅也换了张脸，他把杨子单独叫到别屋，然后狠狠斥责他：“你为什么这么不努力啊？你能不能用点心啊？像个废物一样！”还要求杨子大声喊出来：“我是个废物！”どうしました？ダメな人間です。さあ。私はダメな人間です。在杨子自尊破碎后，领导大帅温柔地拿出一张手帕，并贴心地告诉他：“你没业绩，是因为你还没放开。你可以先从你身边的亲朋好友做起啊。”看着那张英俊的面庞，于是你信了。当晚，杨子便拿着产品介绍，一个接一个的联系朋友。可对方听闻来意，却立刻想要逃跑。但这一次，杨子豁出去了，在大庭广众高声祈求对方。于是，杨子的第一张单子就这么拿下了。接着就是第二张、第三张、第四张，一切都很顺利。杨子成了公司里的明星，过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生活。而领导大帅也朝杨子投来了爱意。在一次约会之后，两人便在一起了。那时杨子对自己说：“这次你真的要改变你的人生了。”但你不曾想，改变是改变了，可却是往糟糕的方向改变。因为很快你就把通讯录里能联系的人都联系遍了，你再也没有可以轻松销售的对象了。更糟的是，公司里还来了个新人，接二连三的出单，很快就把你的风头比了下去。这样大帅都对你冷淡了，心思全放在那个新人身上，所以你心态失衡了。你在私下里听说那个新人会用身体招揽客户，因此当大帅再次斥责你的业绩时，你毫不犹豫说了出来。可大帅的反应却让你始料未及。そうだとしても何が問題なんですか？契約を取るために何でもやろうっていう姿勢は立派じゃないですか。あなたは魅力的な人だ。その武器をなぜ使わないんですか？大帅的话像一道魔咒，在杨子脑中挥之不去。于是杨子动摇了，一为了生存，二为了爱情。不久，杨子便踏出了那一步，约见了一个好色的客户，这让他顺利拿下了一张订单。可同时也让他觉得自己又成了那条缸中之鱼。この世界にあなたは一人ぼっちだということに。接下来的日子，为了重夺大帅的心，也为了打败新人，杨子的行为更加变本加厉，甚至还开始自己给自己买保险，强行给业绩灌水。一个月就硬开了6张单子。虽然积蓄快要见底了，但杨子还是对自己说，这是值得的，因为你马上就可以打败那个新人了。然而不久，一条惊人的消息彻底击垮了你。那个新人在一夜之间居然开了整整48单，他拿下了一个大公司的老板，靠对方的人脉来了波降维打击。而新人小妹在不久后也将和那个老板结婚。那一刻，杨子知道自己输了，彻底的输了。但这还不是最糟的，隔天杨子忽然发现大帅联系不上了，来到公司询问情况，同事也表示不清楚。而与此同时，一个新来的领导径直走到了大帅的桌子旁，向众人宣布大帅被调职了，以后他就是这儿的老大。说完还问谁是铃木洋子，那个眼神让杨子感觉要出事了。在会议室中，新领导也开门见山，不为别的，就俩字儿：开除。因为他知道了杨子做的那些勾当。杨子急了，辩解自己只是为了公司业绩，可领导却冷笑了一声，并给了他一个更大的打击，说出了大帅被调职的真相。原来那个衣冠禽兽为了业绩屡屡洗脑女下属，让他们用不正当手段去获取业绩。不仅如此，他还对多名女下属伸出了毒手，欺骗他们的感情，并向别人吹嘘。杨子只是其中一个，唯一拒绝了大帅的只有那个新人小妹。所以前几天大帅恼羞成怒，去跟踪那个小妹，最后被当成罪犯抓了。后来领导在说什么，杨子已经不知道了，他只觉得大脑一片空白。可屋漏偏逢连夜雨夹雪，此时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悄然飘到了他的身上。一通电话找到了他，是关于母亲的，对方是杨子老家一间福利社的管理员。他略带责怪地说：“你妈都这样了，你做女儿的怎么不闻不问呢？”那人带着杨子来到了一个老年公寓，杨子进屋所看到的是睽违7年零3个月的母亲。她瘦了，也老了，唯一不变的是她的冷漠尖酸，上来就是一句“你来干嘛？”原来母亲在3年前舅舅死后便被舅妈赶了出来，一直蜗居在这个小地方，靠打零工过活。而公寓管理人叫杨子来，就是希望他能每个月给母亲一些生活费，挑起赡养母亲的责任。この子に親を助けるなんて無理ですよ。この子は昔から弟と違って平凡な子で、どうせ大した仕事なんてできないんですから。順
ちゃんが生きていてくれればよかったのに。母亲的话刺激了杨子，尽管他知道自己一口袋空空，但还是一口答应会出钱的。看着母亲吃瘪的脸，杨子的情绪也狠狠释放了，但一时的逞能换来的是永恒的痛苦。杨子回家算了算，按他现在的经济状况，撑1个月都难。但杨子还是对自己说：“你一定可以改变现状的。”第2天，他就踏上了求职的道路，一天能跑好几趟面试。可他技能、学历、经验都不足，去哪儿碰壁，连年龄都成了他的劣势。唯一没抛弃他的，就是接踵而至的催款通知。在那样的压力下，杨子终于决定向高利贷求助，但对方却告诉他，凭你的资质，最多借3万，合人民币1300多块。杨子傻了，他问不能再多点吗？对方却面露难色，说你又没资产，而且也没工作，凭什么给你钱呢？这话让杨子沉默了，你该怎么办呀？但这时，对方忽然对你说，不过我们也可以给你介绍一份工作。那一刻，你好像抓到了一条救命绳索，只是你还不知道，绳索的另一端通往地狱。从那天之后，杨子变成了一个应招女郎，并换了个名字马里爱。她心里是抵触这个行业的，但比起这些，她更需要钱，需要吃饭，需要生存。于是她自己编了各种理由，合理化了自己的行为，也欺骗了自己的心。不过在这样的泥沼中，杨子居然交到了朋友。他的同事树里和刘华都是天涯沦落人，但让杨子无比难受的是，树里虽然也孤苦无依，可他身上还带着王母给予的护身符，写着祝他的女儿能幸福快乐，这让杨子好难受好难受。而刘华呢，更让杨子崩溃。某天他居然对杨子说，有个富二代看上了他，两人马上就要结婚了。看着他那略带天真的脸，那一刻杨子心里冒出了一句话，原来这世上只有你不被需要啊。而在这样的人生低谷中，杨子也遇上了一个人，并对他伸出了手，把他推向了更低谷。他同一个牛郎小帅恋爱了，起初小帅会对他百般体贴温柔，这对缺乏安全感的杨子来说无异于救命良药。可两人一同居，小帅的本性便暴露无遗，成天窝在家里上网喝酒，心情稍一不爽就拿杨子当人肉沙包，在寒冷的深秋把单薄的杨子丢出屋外。杨子也想过分手，但他提都不敢提，因为那注定会换来一顿暴打，而且杨子赚的钱也全在小帅那儿。再而且杨子也不知道分手后自己还能去往何方，他只觉得自己是个无可救药的白痴。其实杨子也想过一个逃出困境的办法，但每那个念头窜进脑海，又会被他的良知驱赶。可偏偏这天，老天派了一个恶魔来到了杨子身边，让罪恶之花开始扎根生长。在下班路上，一伙歹徒突然冲了出来，强行把杨子掳进了车子，并到了一个偏远无人的仓库。在那儿，该发生的和不该发生的都发生了。歹徒的老大神代是个变态，他喜欢看杨子挣扎，然后再肆意践踏他。但事毕后，杨子也没想到自己会那么冷静。当那伙歹徒准备离开时，他居然主动救助了他们，并询问对方有没有杀过人，这让神代都懵了。接着杨子便说，你们帮我杀个人，只要成功了，我可以给你们很多很多钱。是的，想必大家都猜到了，杨子想给小帅投上保险，然后借神代之手做掉他，这样就能换取巨额钞票。你听到了吗？恶之花破土的声音。那天之后，杨子便带着神代一行来到了自己家。小帅刚睡醒，吓了个半死。神代立刻安抚他，说他是从马里爱这听说你额有朝天骨，眼里有灵光，是个万中无一的人才。而大哥这儿呢，正好有个工作，想请你来帮忙。晚上还请小帅喝红酒吃大餐。小帅一看这架势，立马就答应了，还说大哥你看人真准。而杨子则在一旁冷眼相看。不久之后，神代就把小帅接回了自己家，这同时也是他这伙人的大本营。神代给小帅安排了一些杂活，3两句就把小帅骗得迷迷糊糊。他们每天吃饭喝酒聊天，真的只能跟一家人似的。有时看小帅状态不佳，神代还会像个长辈一样批评他、鼓励他、安慰他，让杨子都有些疑惑了。他真的准备杀了小帅吗？但后来杨子知道了，神代的眼神只是在看一头由自己精心饲养的猪罢了，而他看所有人的眼神都是一样的。此时他们的杀人计划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计划分2步，先让杨子偷取小帅的各类证件，然后租下一套新房，假装和小帅住在那，接着再伪造各类资料来偷偷登记结婚。他们国家只要备齐材料，1个人也能办理结婚，工作人员也不会去认真核验，一切搞定后就可以顺利为小帅投保，受益人写妻子也不会惹人怀疑。而神代呢，则豢养了一个死士，他准备挑一个好日子把小帅灌醉，就这样丢在一条没有监控和人烟的路上，然后让司机从小帅的脑袋上开过去，装成交通意外，如此大计可成。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时机到来。而在等待的日子里，神代似乎也爱上了杨子，整天说着我太爱你了，还愿意帮他承担母亲的赡养费。杨子不确定自己是不是也只是神代豢养的宠物呢？那天是2009年，杨子36岁。而在如今案发的2014年，林乃警官他们也查到了另一起案子。前阵子，在东京某地一处民宅，一位名为神代武的黑社会头目在家中遇害，被人捅了20多刀。据悉，这个男人表面上开着一家非营利机构，专门为流浪汉申请社会福利，但实则是通过这种方式向流浪汉索要手续费，以此榨取流浪汉的剩余价值。而在神代被杀后，他的小弟也悉数落网，只是他们对神代的死却全都
选择三缄其口，避而不谈。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让我们把时间退回10年夏天，那是小帅保险生效的日子，也是杨子他们执行杀人计划的日子。那晚大家像往常一样吃饭喝酒，腼腆的小帅还说认识大家真是太好了，丝毫没注意到那些冰冷而古怪的眼神。很快他便喝得不省人事了。看得出确实喝的有点多，那么行动开始。杨子来到了便利店，他将要在这儿打一个通宵的工，以此制造不在场证明。而神代他们则在小帅带到预定地点，把他放在地上，并在他脚边放下酒瓶，然后神代打灯示意，一辆车便朝小帅脑袋驶了过来，就像西瓜碎裂一般，咔嚓一下，红色的汁液就流了出来。随后神代几人驾车扬长而去，而肇事司机则留在原地报警。如此，警方便会认为这是起醉汉喝多了倒在路边，不幸被汽车司机碾死的交通事故。不出意外的话，次日杨子就会在他登记的住所里接到警方打来的电话，让他去警局认领尸体。到这儿一切都很顺利，杨子还在想自己该摆出什么表情才能不被怀疑。但当他真的见到小帅尸体的时候，还是忍不住哭了起来。这不是演戏，也不是假哭，这是他灵魂中某种纯粹的东西彻底粉碎的声音。不久之后，杨子顺利拿到了保险金加司机的车险赔偿，总计1亿元，大家都很开心。神代更是对杨子提出我们要永远在一起。杨子想了想，他没有选择。杨子本以为自己能获得短暂的平静，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平静短暂的有点过分。那天夜里，神代带来了一个意外之人，那个肇事司机。神代说司机立了大功，以后就是我们的家人了。那时杨子不明白这是什么情况，后来神代才告诉他，那个司机其实是他帮助过的一个流浪汉。他对流浪汉说自己的妻女被小帅弄死了，但苦于没有证据，警方放过了他，所以他拜托司机帮自己报仇。于是那人就信了。不过现在神代也悄悄告诉杨子，他准备再拿那个司机去换钱。什么意思？当然就是让杨子你去跟司机结婚，然后把杀人计划再重复一遍，拿他的命再去换1个亿来。神代还说这种货色在他公司里要多少有多少。对，お前考えやろ。那一瞬间，杨子知道自己已万劫不复，他感觉自己又成了缸中之鱼，怎么也逃不出这个透明的牢笼。往后的日子，神代为了不被警方注意，也特意挑选了不同的城市作案。第2起案子、第3起案子全都顺顺利利的拿下了，诈骗金额也来到了3亿。按计划，第4头猪仔也要住进他们家，成为他们新的家人，也成为杨子新的丈夫。可就在那天夜里，杨子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躺在马路边一动不能动，而神代就用看待宰羔羊的眼神盯着他，他害怕极了。但这时他的耳边传来了弟弟的声音，他说姐姐你啊，总觉得自己被禁锢了，但其实所有的选项都在你眼前。虽然这是一个无法选择的世界，可是你拥有无限的选择啊。那晚杨子从梦魇中惊醒，彻夜不眠。他知道就算自己逃跑，也迟早会被这个男人做掉。天亮之后，他来到大海边，朝着初升的太阳再一次发出了撕心裂肺的绝叫。而他心里也暗暗对自己说，你一定要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你一定要逃离这无法选择的人生。时间再次回到2014，此时林乃警官已经完全洞察了杨子犯下的罪行以及他同神代组织的关联，但不知为何，林乃总觉得杨子那样一个女人真的会那么简单的就在公寓里孤独死吗？那具尸体真的是杨子吗？他有太多疑惑没有解开了，于是他来到了杨子老家，想寻找杨子的踪迹。但曾经杨子的家已被改建成了一栋公寓，1楼开这家饮品店。他询问了一些顾客，都说没听过杨子这人。于是几经辗转，林乃又找到了杨子母亲曾住过的公寓，可管理人说那婆婆之前因为老年痴呆，某天走丢后就再没回来过。不过在这屋里，林乃倒发现了一样东西，角落神龛上有个布包，还写着杨子名字。林乃打开来一看，是根干瘪的脐带。老一辈的人会用孩子的脐带做成护身符，庇佑孩子平安成长。林乃判断这东西恐怕就是杨子的脐带，有了它，警方也就可以通过 DNA 来确认公寓中的尸体是否属于杨子本人了。鉴定并没有花上多少时间，只是这结果，林乃不知该高兴还是该失望。确认无误 ，DNA 完全匹配，换而言之，死者就是杨子。可杨子究竟是怎么死的呢？神代又是怎么没的呢？林乃好想解开这些谜团，他知道案子的突破口就只剩一个了。巴木德夫，那个本该成为杨子下一任丈夫的男人，他还没有死。ヤギが見つかれば全ての謎が解ける。对老八的逮捕比警方预想的简单很多，因为他的行事粗糙，遍地线索。没花多久，警方就在一所旅馆中将其当场拿下。而对他的指控有3：杀害了神代武以及铃木洋子，并夺取了3亿保险金。李乃的指控让老八慌完了，赶紧开口交代了自己知道的所有事情。而我们也即将看到一朵彻底盛放的罪恶之花。那天是老八刚入住神代家后的不久，杨子大嫂忽然找到他，神色凝重地说：“你就要死了。”还不等老八反应，杨子便将杀人骗
骗保等所有事情通通告诉了他，吓得老八两股战战机遇先走。可杨子完全没有阻止，只说不管你逃与不逃，最终都会被神代杀死，没差别的。我们唯一脱困的办法就只有一个，先下手为强，把神代杀了。那时其实老八是有些摇摆不定的，因为他感觉大哥和大嫂明明看着感情很好啊，他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被骗了。然而就在2013年10月21日这天，恶之花绽放了。那是杨子的40岁生日，他说想跟神代过2人世界，小弟们便相当识趣的全跑出去玩了。而老八子趁人不备，藏在了衣柜里。大厅中的氛围很浪漫，两人喝着红酒，吃着牛排，没有一点紧张气氛。情到浓时，两人便抱在了一起，在大厅中缠绵悱恻。但与此同时，老八收到了一条空白短信，那便是行动的暗号。他小心翼翼走下楼梯，神代沉浸在情欲中，毫无察觉。但就在他放松的刹那，一股酥麻窜遍了他的全身。老八拿着电击棒，最大功率放到了神代，而杨子则火速拿起了大厅中的武士刀，对准了身下的男人。后来据老八回忆，他都记不清杨子姐捅了多少刀，只记得他从头到尾面无表情，看起来都不像是人类在杀人。再后来，杨子拿到了神代的钥匙，取出了保险柜中的钱，并给了老八1000万，让他赶紧走，而他则要留下来报警。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杨子料定，如果不把警察卷进来，那些小弟一定不会放过他，而小弟们忌惮杀人骗保的事，也一定不敢向警察多说什么。这便是老八最后一次见到杨子。但后来杨子去了哪儿，又是怎么死的？老八表示他是真的不知道啊。警局领导判断，以眼下种种情况推断，应当是杨子携款跑路后，独自租了间公寓，然后不慎发生意外，孤独死了，逻辑通畅，并无问题。就这样，林乃警官也收起了疑虑，并放好了杨子案的卷宗。随着杨子遗体的火化，这桩案子也就到此结束了。但杨子真的死了吗？让我们把时针拨回神代被杀的那天。那时杨子刚杀完人，打发了老八，洗去了血水，迅速做完善后工作，便拿着钱和行李，一路打车，一路换装，朝着目的地火速前进。他要去的地方是他提前租下的一间公寓，但他不是要住那儿，而是要在那屋子里再杀死一个人，杀死铃木阳子本人。他用公用电话拨了个号码，约了个老朋友来家里坐坐，而来访者正是杨子先前的同事树里。他还是跟从前一样，孤苦无依，举目无亲。杨子准备了许多树里爱吃的东西，两人喝着聊着，几杯酒下肚，树里眼皮就开始打架了。迷迷糊糊的，他拿出了妈妈给的护身符，念叨着妈妈我好想你，便一头睡了过去。杨子的脸上没有表情，他轻轻拿走了护符，这就是他想要的。他将护符拆开，从中取出了一个纸包，而里头则是根干瘪的脐带，边上写着小景，祝你有个幸福的人生。景那是树里的真名，紫罗兰的意思。杨子有些嫉妒，因为他的名字只是他妈随口取的。你妈妈还真爱你啊！杨子没有一丝犹豫，他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绳子，然后缠在了树里脖梗上，越勒越紧，越勒越紧。杨子暗暗对自己说，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死在这间公寓里的人就是你铃木阳子，而我将取代你成为景，我将冲破鱼缸，重获新生。不久后，杨子不小景，他买来了许多猫咪，全部锁在了房间里，如此他们便会将证据啃食得一干二净。但是想让杨子彻底死亡，他还得做另一件事。小景连夜驱车赶回了老家，他找到了母亲所在的公寓，那个老妇人早已因老年痴呆神志不清了。小景在角落的神龛上悄悄放下了那根脐带，这样警方便会根据此物的 DNA 将尸体同杨子联系在一起。但此外还有一样 DNA 载体必须清理掉，是的，他的母亲。小景对他说，我们回家吧。老人眼中早已没了当年的力气，只剩下了对回家的渴望。但车子驶去的方向却不是家，而是一片荒凉的悬崖。小景心里想着，就差一步了。很快铃木阳子将会从世上彻底消失。他的计划很完美，但有一点是他掌控不了的。什么呢？是的，他还有个父亲，那个消失了多年的父亲。2014年的一天，林乃警官忽然得到了一个消息，有个地方片警发现了一名死去的流浪汉，在他的遗物中找到了一本驾照，而持有人的名字正是杨子父亲。然而警方做了 DNA 检测，发现跟公寓尸体的对不上，而且流浪汉长得跟杨子父亲也不太像，所以警方认为一定是流浪汉无意捡到了杨子父亲的东西。可这线索却像一根钉子扎进了林乃脑中。渐渐的，他忽然有了一个推理，何不反过来想想，假如那个流浪汉才是杨子父亲，假如尸体不是杨子，假如杀害杨子的人才是杨子本人，那所有的疑点似乎都有了答案。但林乃不愿再去想了，尤其是在纵观杨子的一生后，其实林乃也有类似的遭遇，他也离了婚，也在职场上被上司轻薄欺骗。所以看着天上的朗月，林乃在心头默默念了一句，好厉害。林乃觉得杨子好厉害。而当年同样被这轮朗月所照耀的，还有崖边那对母女。他转过母亲的身子，然后紧紧抱住了她。在那一刻，杨子终于明白了母亲为什么这么讨厌自己。或许他是在杨子身上看到了那个平凡的自己，将命运对自己的蹂躏迁怒到了同样平凡的女儿身上。但现在这些都不重要了。杨子将双手扣在了老人细弱的脖子上，然后深深地掐了下去。临死之际，母亲似乎清醒了，她从喉咙吐出了杨子的名字。可杨子不准备停手，但他没想到，他也从喉咙里无意识地蹦出了2个字：谢谢。谢谢
你给予我的生命，也谢谢你给予我的苦难。我会用你给的这条命用力的活下去。最后，在杨子无数声谢谢中，老人的尸体坠下了悬崖。直到天微亮，他才从恍惚中回过神。现在铃木阳子真的死了，他这么对自己说着。然后他将换掉这张脸，用小景的身份继续活下去。他坐上了车，踩足了油门，窗外的景色不断更迭。去向何方？小景也这么问自己。不如去向新的避风港吧。如果没有，那便自己打造一个。那个无法做主的世界已被甩至身后，他将奔驰，全力奔驰。到这儿，咱们这个漫长的故事终于结束了。绝教作为这几年现象级的作品，不论小说还是电视剧，全都获得了海量好评。而原著最让人震撼的一点是，作者是用了第二人称来交代杨子的往事，这让大量读者产生了强烈的代入和共鸣，仿佛在看自己的人生剧本。直到最末，读者才猛然惊觉，原来这是杨子在杀死自己前对自己的自述，那种无与伦比的震撼，实非言语能够形容。所以，喜欢的宝子们，强烈建议阅读原著哦。